3年前，前男友如愿娶了学妹，过上了他自己选择的人生。3年后再见面，遇到了当街推销玫瑰花的他。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再见程书豪是在 A 市新开的一家法国餐厅门口，他正怀抱着一大捧玫瑰花在叫卖。临近用餐时间，这家餐厅门口进出的客人很多，我坐在后座处理文件，司机是公司新招的助理小林。抬头的一瞬间，我已认出了面前这个看起来饱经风霜的30岁男人是大学时期和我相恋3年的前男友程书豪。只顾推销的程书豪没看到我，一心举起手中的玫瑰花，试图说服司机小林：“先生，给你女朋友买一束玫瑰花吧，女孩子没有一个不喜欢花的。”熟悉的声音让我从工作中抬起头，刚好对上程书豪讨好谄媚的笑容。下一秒，他的脸色青白交织，像是被人扼住了喉咙，表情尴尬又难堪。对视了一瞬，在他正想张嘴说些什么之前，我低头收回了目光，像是陌生人一样。小林心领神会地关上车窗，阻隔程书豪跃跃欲试的目光和欲言又止的话语。晚上下班回家，我刚吃完晚餐，大学室友温静发来视频和我闲聊，像是无意之中把话题带到了程书豪身上。念念，你回来是这么久了，有没有见过程书豪啊？我点头。温静欲言又止，好半晌才试探地问了一句：听说他大学一毕业就已经结婚了，生了双胞胎儿子。你听到这话，我忍不住轻笑出声。温静，我直到现在还单身，从来不是因为他，只是我现在工作太忙，不想浪费时间去找新的恋爱对象。温静肉眼可见松了口气，随即又嗔怪道：你还是和大学时期一样，目标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过念念，你也该抓紧时间了，大学同学只剩你一个人没结婚了。我陪着笑，试图蒙混过关这个话题，没想到温静转手却发来他和程书豪的聊天截图。程书豪，你有顾念的联系方式吗？我有事想和他聊聊。温静发来一个贱兮兮的表情包。我听大学同学说，他把能问的都问了个遍。你猜他是不是想找你复合？我想了想，手指轻点。我和他之间没什么好聊的，有事去公司前台走访客预约流程。再一次见到程书豪是在公司门口，程母也在他身边，不管周围人议论好奇的目光，执意拉着他公司大门走，嘴里还不停念叨着：你们大学谈了3年恋爱，你现在去找他，和他道歉认错，就能给你换一份好工作。你有什么好为难的？程书豪再三推拒，对着他妈苦苦哀求：妈，我不想去。程母回身一巴掌拍在他肩膀上，语气有些恨铁不成钢：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如果不是你当初要眼瞎心盲娶了周瑶那个女人，你怎么会沦落到现在这种地步？说这话的程母面目狰狞扭曲，和记忆中那个颐指气使、无比挑剔的模样简直判若两人。而程书豪站在原地，说什么也不肯挪动半步，直到公司保安出声询问，执意把他们赶走，程书豪这才注意到人群后被保护得滴水不漏的我，整个人浑身一颤，低头躲开了我的目光。这就是他当年选择抛弃一切都要奔赴的爱情吗？还真是可笑。我想起刚上大一的时候，为了把我追到手，程书豪总归信誓旦旦地发誓说：我这辈子死也要和你在一起，谁要和你死在一起？有病！于是我满脸不以为意。你知道一辈子有多长吗？
程书豪愣了愣神，还没开口，我已出声阻止。甜言蜜语谁都会说，但以后的事，谁又说得准呢？确定恋爱关系以后，程书豪不再把爱挂在嘴边，但还是会抽空在旅行途中遇到的各种许愿的地方写。程书豪永远只爱顾念一个人。大三那年，我争取到一个外企实习的机会，程书豪决定继续读研。那时他总在我耳边念叨：“念念，你工作以后遇到更优秀的人，会不会不要我？”我笑了笑，以后的事谁能说得准呢？我从来不做假设。程书豪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似乎听到我的话深受打击，单方面开始了冷战。而我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工作，加不完的班，做不完的项目，只能在深夜下班时给他发几句信息哄他。只是他一直没有回复，我以为他还在生气，所以连着加了半个月的班以后，特地向公司请假。没想到看到的却是他和学妹笑容灿烂的模样。周瑶是和程书豪一个社团的学妹，看到我出现，程书豪对我的态度依旧很冷淡。我和他讲在公司的事时，他兴致缺缺。我把送他的一双潮牌鞋拿出来的时候，也只换到一个敷衍的笑。我本来也不是话多的人，几次挑起的话题被生硬的结束后，我们都陷入了沉默。直到吃饭的时候，周瑶自顾自地坐到他身旁，伸出筷子从他餐盘里夹了一块肉，眼睛里露出挑衅的目光，直直地看向我。学姐应该不会在意吧？没等我开口，一直沉默不语的程书豪直接打岔，像是故意说给我听。有什么在意不在意的？你不是最馋食堂的红烧排骨吗？吃都堵不住你的嘴。女生嘟起嘴，歪着身子凑到他面前说：“学长，你真好，还记得我喜欢吃什么？”程书豪笑着捏了捏他的脸。他们就这么旁若无人的在我面前打闹起来，举止比我们这对正牌情侣亲密得多。我轻咳了一声，两人好像才发现我的存在。程书豪终于想起和周瑶拉开安全距离，然后介绍起我们。念念，这是和我一个社团的成员周瑶，也是我们的学妹。周瑶，这是顾念，最近一直在一家外企公司实习，是我的女朋友。他表情不变，但说到女朋友3个字时，表情有些犹豫。我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只是冲着周瑶点头致意。周瑶表情十分夸张地说着久仰大名，眼神却充满敌意。之后的约会计划被他们社团突如其来的工作打断。程书豪带着周瑶离开，我在背后眼睁睁看着他们两个之间的距离越靠越近，互动不断，俨然一副小情侣的模样。我和程书豪似乎很久没有如此孩子气的互动了。平时走在一起时话也很少，偶尔聊起也关于毕业以后的计划和打算。这时我才发现，我自诩是最了解程书豪的人，可是当他和周瑶聊起游戏、流行音乐和电影时，我才发现，原来自己对他知之甚少。我开始反思自己太习惯程书豪主动付出，而忽略了他的感受，打算应该花时间去了解真正的他。我是有话直说的性子，在心里打好腹稿后，当晚就去程书豪寝室楼下等他，却被他的室友告知程书豪参加社团聚餐，根本不在寝室。我刚走进包厢，就被正在玩游戏的周瑶泼了一瓶凉水。自始至终，程书豪都表情冷漠地站在一旁，沉默不语。我声音不自觉地哽咽，问他到底谁才是他女朋友。他却说我矫情，只是被水泼了一下，又不会死。由于事发突然，根本没有做好思想准备的我，只能像个傻子一样站在原地。
出门之前特意挑选的连衣裙、特意化的妆容，以及披肩的长发，全都在滴水，无一不再显示我的狼狈。心底的委屈瞬间上涌，眼泪溢出眼眶，泪眼朦胧间，我再一次看向他，打算给他最后一次机会，期待他能站在我这边。没想到他的眼睛里却闪过一丝不耐厌恶。顾念，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瑶瑶她又不是故意的，别一直小题大做行不行？叫我是顾念，叫喊她是瑶瑶，亲疏远近，高低立现，委屈的情绪占据了整个胸腔。那是我第一次在他面前情绪崩溃，失控大喊：程书豪，我才是你的女朋友，被泼水的人是我。你当初追我的时候说的话都忘了吗？可他却眼神冰冷地看了我一眼，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只苍蝇。顾念，你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模样？我都说了，瑶瑶她不是故意的，你让着她点不行吗？听到这话的我，终于彻底死心。一旁的周瑶一边玩着指甲，一边嘲讽：学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实在不行你把水泼回来。我笑了笑，如他所愿，拿起桌上刚开口的一瓶矿泉水，从头给他浇了下去。周瑶一脸委屈的目光转向程书豪，俨然一副害怕的模样。程学长，学姐她好像真的生气了，你赶紧和她解释啊，我不想因为这件事给你们造成困扰。程书豪看向我的目光一寸寸冷了下去。顾念，你再这样无理取闹，我们就分手。助理拿来一沓文件找我签字，思绪渐渐回笼。就在这时，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打了进来。顾念，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是，我才是程书豪的妻子，我劝你离他远一点。电话里的女声歇斯底里，一旁等待我签字的小助理满脸好奇地看着我。我直接挂断电话，还是和以前一样，仗着程书豪的宠爱，目空一切。那个时候，满身狼藉的我看着他冷疏的眉眼，眼里全是失望。程书豪，无理取闹的那个人，真的是我吗？是不是不管他做什么，在你心里都是我的错？程书豪不以为意，你不是也把水泼回去了吗？怎么周瑶就可以一笑了之，偏偏你要揪着不放？刚好服务员端着酒水走进来，看见我的样子，好心询问：这位女士需要帮忙的话，请跟我来。程书豪社团的其他人也跟着跳出来和稀泥。顾学姐，你别生气，周瑶这个人就是这样，平时说话做事没有分寸，就当给程学长一个面子。是啊，学姐，阿豪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只要是他在乎的人和事，脾气就容易爆。听到这话，我看了一眼包间里的人，包括程书豪在内，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关心我，哪怕是递一张纸，我的男朋友，甚至还没有一个陌生的服务员对我关心。我上前一步，逼近程书豪，反手给了他2巴掌。餐桌上的油渍溅到他洁白的衬衣上，十分显眼。程书豪懵了，似乎是不敢相信，一向进退有度、从容得体的我，居然会这么对他。随即伸出手指着我，无能怒吼：顾念，你是疯了吗？我笑着点了点头，眼泪流了出来。对，我是疯了，被你逼疯的。那一刻，我扔掉了从小到大刻在骨子里的教养，把包间里所有能扔的东西全部扔在了他身上。程书豪的那些朋友想要动手阻拦，无疑被我挣脱。以前为了在人前给他保留一份体面，我一直克制自己的脾气，装出一副淡然的模样。可现在我不想装了，所以不管是谁都拦不住我。程书豪赤红着眼：顾念，我要和你分手。喧嚣的包间里顿时寂静无声。见我停下了动作，
程书豪眼里闪过一丝志在必得。顾念，我需要的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女朋友，所以懂事一点，和大家道个歉，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从他说出这句话的那刻起，我就知道我和他之间完了，什么忍让、大度，全滚到一边去。我笑了笑，走到他面前，抬手又是一巴掌，一字一顿，想让我道歉。做梦！这一巴掌，我几乎用尽全身力气。原来，人失望到极点，真的会生出对抗全宇宙的勇气。无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只说了一句：“程书豪，你听清楚，现在是我要和你分手。”随后大步离开。从那之后，再没联系。没想到时隔3年，再一次遇见，竟然会是这样的场景。还真是造化弄人。签完字以后，助理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我问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助理说公司最近传得沸沸扬扬，说是那天在公司门口大闹一场的程书豪经常徘徊在公司门口。我笑了笑，告诉他下一次直接把人带到我面前，既然避免不了见面，那就想办法解决问题。只是我没想到，本来定好下午签合同的客户，喝酒喝得胃出血，住进了医院。于情于理，我都应该过去探望。只是我没想到，在医院竟然也会遇到程书豪。看到我出现，他的眼神亮了亮，摆出一副想靠近又不好意思靠近的模样。以我对他的了解，应该是在纠结，如果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彻底和他翻脸，该怎么办？在他身边是一脸嫌弃不满的周瑶，话里话外都是数落。只是在看到我的那一瞬间，下意识挺直背，表情显而易见的尴尬，一把拉过程书豪的胳膊，假装出一副温柔体贴的模样。老公，你怎么对我这么好？我都说了你不要这么辛苦去做兼职，你偏不听。程书豪却是一脸尴尬的把他的手从胳膊上扯下来，轻声斥责了一句：“这是在医院，注意影响。”可能是觉得丢脸，周瑶眼睛一下子就红了，骂了一句，转身跑了出去。眼前的这一幕似曾相识，我突然想起第一次见到周瑶的场景。那时的周瑶一口一个：“学长，我喜欢吃虾，你帮我包几个吗？学长，社团下一次团建能不能不要爬山？好累啊，我真的爬不动。”当时的程书豪再三向我保证，他只是我们社团的一个普通成员罢了，你不要胡思乱想，你们以后也会经常见面的，不要老是斤斤计较。那种情景下，我再吵下去就是我不懂事，所以我只能压着心底的委屈，装出一副没关系的模样。可我的懂事体贴不仅没能融入他们的圈子，还成为他们嘴里的笑柄。尤其是周瑶，总是借着学妹的身份向我示威，话里话外都在说我才是那个不速之客。每当程书豪不在场的时候，他经常会说：“学姐，听说你不是本地的人，你和程学长在一起也是为了是户口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学长也太可怜了。”没想到3年过去，成了笑话的人却是他们自己。准备离开医院的时候，无意中听到护士催他们缴费的话语，我笑笑，从包里随意抽了1000块钱递过去。你们结婚的时候我没到场，现在就当给你们补随礼吧。程书豪推拒着不要，我笑了笑，你还是和以前一样，但是别忘了，有时候骨气不能当饭吃。说完把钱放下，离开了医院。晚上躺在床上，刚有了几分睡意，程书豪打来了电话，先是假惺惺地向我道歉，表示当年是他的错，伤害了我的感情，就算做不成恋人，还可以成为朋友。见我不说话，又开始拐弯抹角地询问：“顾念，3年不见，没想到你竟然成了公司副总，
你真厉害。我挑了挑眉，看来一下午没闲着，花了不少时间查我的身份来历，冷笑着反问：你特意打电话就是为了说这些事吗？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尴尬。顾念，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3年没见，想和你叙叙旧。我敷衍了一句：不必了，我不认为我们之间有叙旧的必要。话音刚落，听筒里传来周瑶的声音：顾念，你能不能要点脸？你们都已经分手了，还一直纠缠他做什么？他哪来的脸说这种话？他当年之所以会缠着程书豪不放，说到底也不过是因为得知程书豪居住的片区有可能回迁，成为拆2代而已。只是他不知道，当年市政拆迁的项目是我二叔他们规划负责的。我爸他们也有意思，总在我耳边嘱咐，不能因为出身看低对方。上学的时候，程书豪的确像我爸曾期许的那样，长相斯文，品学兼优。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也一直表现得彬彬有礼，平易近人。在他心里，我家只是普通的小市民家庭，手里根本没有多少钱，和他们家的拆迁补偿款根本没法比。所以他和我谈恋爱的那几年，在他看来，在他的朋友看来，都是他在迁就我。很多人心里能嫁一个拆迁户，有100多万的赔偿款就已经十分了不起。可程书豪就不一样了，娶一个我，相当于他们家拆迁好几次。如果没有唐宁的出现，程书豪的确也是一个关心体贴、稳重细致的男朋友。可这些也只是仅限于私下里只有我们2个人的时候。在外人面前，尤其是在他的朋友面前，他从来都是一副冷静理智的理科男模样。我爸总说，农村出来的小伙子自尊心强，要我给他留一些面子。那时候我觉得他对我也不错，所以一般也不在意这些小问题。可后来一切全都变了。唐宁找他借钱，说是下个学期的学费还差一点，想问他借钱。程书豪手里没钱，就想到了我，他要我把生活借给他，还说股市行情好，会10倍100倍的还我。被我拒绝了。我是喜欢他，但不代表我智障。那是他第一次对我发脾气，什么礼仪风度全都抛在了脑后。顾念，你为什么就不能多体谅我一点？我这么努力，还不是为了我们2个的将来吗？声音咬牙切齿。你不相信我，总有一天会后悔的。我等着你来求我。听到这话的我当时就惊呆了，忍不住反问：在他眼里，我就那么傻吗？他说，我们不是一个圈层的人。他们说我浑身上下都穿着地摊货，透着一股廉价的气息。可到头来，如此高贵的他们却要问我借钱交学费。我对他说，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句话难道你没听过吗？凭什么你就是那个例外？那是我们第一次爆发大规模争吵。后来他借了网贷，最后还是那群发小找我凑钱替他还清的。事发之后，他还向我保证绝不再犯。只不过从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在程书豪心里，如果真有一个排序的话，我的位置很大可能靠后。只因为他这个人骨子里心比天高的傲气，以及不甘平凡的赌性，这2个加在一起，很容易让人迷失本性。所以后来他才会纵容唐宁一次又一次当众为难我，只因为在他心里，我不可能比得上家里有拆迁款的唐宁。也怪我当时脑子里进了水，总觉得只要他对我好就可以，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一起为未来努力，哪怕没有家里帮忙，生活也会越过越好。在我全心全意为了未来拼搏的时候，他却一心陪着周瑶游山玩水，享受人生。程书豪把每一步都安排得妥帖细致，
唯独把我放在最后。哪怕他前脚刚说了一定会努力给我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后脚却为了唐宁语气坚定的让我道歉认错。狗男人，多大的脸！我妈在知道我被分手这个消息之后，气得指着我爸的鼻子骂个不停。我虽然表面上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可晚上睡觉的时候回想到过去，还是忍不住难过。第二天一早，我妈就丢给我一张银行卡，还说花不完不准回家。女人这种生物，说到底本性都想通，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又有谁会克制物欲？很快，失恋的痛苦就被疯狂购物带来的快乐彻底取代。如果不是再一次遇见，说真的，程书豪和唐宁这号人我都忘了。正想着，爸妈又开始老生常谈起来。温婉，再有几个月就过年了，你马上就30了，能不能赶紧找个男朋友嫁出去？谁家姑娘像你这么大还不结婚的？前几天你们单位不是有人给你介绍相亲对象吗？去见见，万一有不错，结了婚等老了也好有个伴儿，有人照顾你。说的好像只要结了婚就能解决我人生中遇到的90%难题一样。我敷衍地点点头，准备再过一段时间随便去应付一下，总不能让他们老因为我的个人问题着急上火，连觉都睡不好。我是做好了相亲的准备，可我没想过竟然会收到玫瑰花束，里还夹杂着一张卡片，致最可爱的温婉小姐。办公室里的同事看着我手里的花束嘎嘎乐，以为我瞒着他们好事将近。在同事们好奇的起哄声中，我硬着头皮把花束扔在了垃圾桶内，心中暗自揣测送花的人到底是谁。直到同事提醒了一句可以问花店，我才想起来，刚开始花店老板还不愿意透露，说是要保护客人隐私。直到我说下个月要办婚礼，需要订花，对方才肯透露买花人的信息，竟然是程书豪。挂完电话，我忍不住嗤笑，滚都滚了，为什么还要恶心人？就在这时，程书豪打来了电话，可能是没想到我会接电话，声音里透着几分欣喜。婉婉，送你的花还喜欢吗？这一句话把我恶心得够呛，忍不住骂了一句：程书豪，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恶心？电话那头的程书豪像是喝醉了，声音断断续续。婉婉，和你分手以后，我才知道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你别不要我。话还没说完，唐宁就把手机抢了过去，歇斯底里。温婉，今天是我和程书豪结婚3周年纪念日，你怎么还缠着他不放？有病吧？到底谁缠着谁呀？结婚纪念日还送一束破花来恶心人，绝对是心里有问题。又过了几分钟，唐宁终于冷静了下来，冷笑的声音透过听筒传了过来：温婉，不管你再怎么不甘心，他娶的人是我，最爱的人还是我。我笑了，他那么爱你，为什么还要给我送花打电话？唐宁语气嚣张：一束破花而已，只是和过去说一声再见，不行吗？我嗤笑：行，当然行，毕竟你们2个天生一对，女的知3当3，男的出轨犯贱，简直绝配。以后记得管好自己的人，别出来危害社会，扰乱治安。好长时间没有骂过人，突然骂这么长一段话，还觉得有些累。电话那边的唐宁一直你个不停，我直接挂断了电话，心里反复问自己，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人？一瞬间，心里说不出的酸涩，倒不是舍不得和程书豪谈恋爱的那几年感情，而是打心底为自己感到不值。不管怎么说，也是我全心全意付出过的一段感情。分手我可以接受，但不应该是被渣被分手。
那样的话只能证明我眼瞎。茫茫人海中看上过那么一个玩意儿，仔细想想，也确实眼瞎，被人家随口说的几句甜言蜜语迷了心智。值得庆幸的是，在看清他的真面目时及时止损，不然真不知道被扎到什么地步。公司年底评先进的时候，我总觉得周围的人看我的眼神不对劲。原本对我示好的男同事开始有意无意地躲避我，就连吃饭打印文件的时候，也总感觉他们在对我指指点点。我心里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公司老总特意找我谈话，顾念呐，你在我手下工作时间也不短了，感觉怎么样？还适应吗？我笑着点头，遇到像您这么好的师傅，还有一群热情的同事，当然适应。老总听到这话，满意的点头。前段时间有人匿名举报你生活作风不正，品行不端，这件事你知道吗？听到这话，我十分气愤，这简直是造谣。可在领导面前，我只能压着心底所有情绪。老总又说，举报的人说你在大学期间就曾插足别人的感情，这样的谣言如果持续下去，对你在公司的成长将十分不利，你明白吗？我直接气笑了。师傅，您放心，这事儿我自己解决。老总轻轻咳了一声，你心里有数就行，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能解决好最好，解决不了的话和家里商量商量，想想办法。我点点头，连声说好。从办公室走出来以后，我开始着手查明谣言的来源，毕竟是关我的职业生涯，没有什么比生活作风问题更能低成本的让一个我的职位升迁受到影响。一再追问打听之下，才知道流言的源头是公司和我同时期进入公司的女同事说的。查了一下地址，她和程书豪竟然住在同一个小区。可我知道，就算查清楚罪魁祸首是谁，我也不能这么直愣愣的找人去对峙。要想成功反击，还是要靠魔法打败魔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一次公司聚餐，特意把温静喊来，借着他的口说出事情真相，包括被唐宁插足分手的三角关系，没有丝毫隐瞒，重点提了几句程书豪为了唐宁说我不懂事要分手的事情。公司同事脸上的表情格外丰富，最后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这都是什么人啊，还和我说是你插足他们之间的感情。我就说嘛，你看着也不像啊，女性更容易共情女性，在场的就没有不对插足感情污蔑别人的行为深恶痛绝的，当即拍着胸脯表示，顾总你放心，这事儿是我惹出来的，我一定会帮你处理干净。他们结婚那天，我去吃席，就觉得两个新人不对劲，一个矫揉造作，捏着嗓子说话，一个见到人低着头不说话，没礼貌。分了也好，以后遇到合适的，我帮您介绍，大可不必。不过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只能呵呵地笑着应付几句。相亲这件事，我原本心里挺抵触的，总觉得自己谈恋爱找的都走不到最后，被人介绍认识的两个陌生人，又怎么可能一直走下去？说起来也奇怪，程书豪那个人虽然工作能力一般，但他家的条件也不至于落魄到需要靠摆摊卖花为生的地步，这不应该啊！趁着大姐兴致不错，我又多问了几句，我才知道原来家里的钱都被周瑶借给了娘家的兄弟。程母知道以后，和周瑶吵得不可开交，每天家里闹得鸡飞狗跳，原本是要逼着他和周瑶离婚的，谁知道这个时候查出来唐宁有了他的孩子，为了孩子也只能咬牙过下去，日子就这么吵吵闹闹过了下去。
因为之前赌博的事情，程书豪一直没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要么被唐宁嫌弃工资太低，要么嫌弃不体面，最后只能找了一份房地产销售的工作养家糊口，业余时间摆摆地摊。我心底诧异，看样子程书豪这几年混得确实也不怎么样，有必要让唐宁主动站出来诋毁一个八竿子够不着关系的我吗？还是说原本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已经难以调解，所以在又一次看到我出现之后，目标空前一致，将矛头对准了我这个外人，将他们生活的不幸全部怪在了我的头上。仔细想想，还真有这个可能。听到我被人恶意举报的闺蜜义愤填膺地表示要为我出了这口恶气，还说接下来的事情交给她就好。没过几天就打电话约我吃饭见面，还说事情有了最新进展。一见面就双眼激动地拉住我的手，眼里装满了浓浓的喜悦。看她的样子，我就能猜到事情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事情果然如我所料，唐宁又一次怀孕了，孩子不是程书豪的。难怪第一次在马路上见面的时候，他还对程书豪一脸嫌弃，没多长时间就一副捍卫自己婚姻的孤勇者模样。我问出了心底的疑问，那他为什么还要生下孩子？或者不干脆离婚和那个人在一起？闺蜜意味深长地笑了，你以为谁都像你这么好运气啊？有我这么一个理智劝分的闺蜜。唐宁他们家不同意，因为唐宁出轨的那个男人已经结婚了，有自己的孩子，人家根本不可能为了他选择离婚，承诺只要不把事情爆出来，就给他们一笔封口费。更别提程书豪那个窝囊废，和唐宁在一起好歹还能多一点生活补贴，在没找到更好的目标之前，他是不可能放手的。对于闺蜜的这些观点，我表示十分赞同，毕竟程书豪确确实实是这样一个权衡利弊现实又利己的人。闺蜜眼神悠悠地看了我一眼，也不知道你当初脑子里进了什么水，看上这么个人渣，受了一肚子气。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不然他们还以为你好欺负。这个时候我反而不着急了，时间久了总会露出狐狸尾巴的。公司的谣言有大姐一个人处理就够了，只要时间久了，唐宁肚子里孩子的父亲总会露面，到时候一旦露出手脚，他和程书豪两个人正好狗咬狗。我有什么好着急的？希望越大，失望落空的时候才最刺激。公司高层领导可能是上了年纪，再加上之前被传谣言的事情，只要有空就会给我介绍不同的优质相亲对象，大多数都只见了一面就不了了之，没了后续。也不是说对方不好，就是性格不合拍。就连我妈也开始跟着凑热闹，要给我介绍所谓门当户对的相亲对象，还威胁如果我不去，就不认我这个女儿。无奈之下，我只能被迫参加相亲局。为了让我妈打消念头，特意打扮成与平时截然不同的社会风。没想到刚推开包间的门，却看到了之前喝酒喝进医院的甲方爸爸。相亲遇到甲方爸爸，这种局应该怎么破？包厢内一是尴尬，路遥似笑非笑的目光掠过我身上的衣服，欲言又止。我只能苦笑着解释，陆总，你看这事儿弄得怪让人误会的。我妈她不知道我们公司有合作的项目，所以才安排了这么一出，您别见怪。路遥挑了挑眉，你对我不满意？我飞速摇头。他笑着打开菜谱，有什么忌口的？我无能迎合。没有，我都可以，不挑食。路遥笑了，这么紧张做什么？合作项目马上就结束了，我们又不在同一家公司，
所以办公室谣言这种事你不用担心。说完这些，目光认真地看着我。至于我本人的情况，相信你已经都知道了。有疑问的地方可以随时提。我声音弱弱，我以为同名同姓呢，一想到这儿就忍不住想给自己一巴掌。明明已经察觉到不对劲了，为什么就是不能多动动脑子？来之前但凡顿求证一下，都不可能让彼此陷于这么尴尬的境地。路遥摇摇头，又问：香菜、葱这些忌口吗？我点点头，目光落在他点的菜单上，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点的刚好都是我平时喜欢吃的饭菜。路遥不论是工作中还是私下生活里，都是一个细致稳妥的男人。在经历刚开始的尴尬之后，总能适时照顾到我的情绪。这一顿饭也称得上心平气和。吃完饭准备结账的时候，路遥制止了我的动作，声音淡淡：温婉，单已经买过了。还有，我对你印象不错，如果你对我有任何不满，可以提出来。听到这话，我摇了摇头，以为他这是委婉的拒绝，谁知他却不紧不慢地补了一句：温婉，如果你对我也没有任何不满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虽然我比你大几岁，但我自认为自己会是一个不错的结婚对象。表情认真而郑重。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自从听完这句话，直到出门等路遥去开车的路上，大脑都是懵的。路遥开的车是一辆宾利，就在他为我打开车门，准备上车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道惊讶的叫声：温婉，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唐宁。已经怀孕2个月的她，肚子还不是很大，再加上穿着的裙子比较宽松，不太能看出来。只是这个时候还穿着高跟鞋，也确实厉害。不等我回答，唐宁的目光已经落在路遥的脸上，随后露出一抹温柔的微笑。你好，我叫唐宁，初次见面，很高兴认识你。路遥点了点头，没有说话，随后目光示意我上车。我点点头，让他等一会儿，回头看向唐宁，他的目光始终落在我的身上，打量我的穿着打扮以及车上的路遥，眼里划过浓浓的不甘。就在这个时候，程书豪小跑着提了一杯奶茶跑了过来，唐宁眼中闪过一丝得意，声音有些阴阳怪气：有些人啊，就是命好，明明什么都不做，却能轻而易举地拥有一切。我笑了笑，在他们羡慕嫉妒的眼神中缓缓开口：是啊，我就是命好，前脚避开渣男，事业迎来转机，后脚就遇到真命天子，这是你们羡慕不来的。程书豪声音不忿：温婉，你是打算和他结婚吗？我没有否认，目光落在唐宁的肚子上，随口提了一句：这么多年不见，还是这么爱穿高跟鞋呀。说完转身坐上了车，看着后视镜里程书豪小心陪笑脸的模样，长长的出了一口玉气。路遥笑着看了我一眼，提醒我该系安全带。临近年底，新的项目招标开始列入计划表，两眼一睁，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工作。好不容易忙完，准备坐在车上眯一会儿再开车回家，车窗外却突然出现一张男人的脸，吓得我瞌睡虫去了大半。窗外的程书豪用手敲了敲车窗，一脸讨好的笑了笑：刚才下班路过，正好看到你在这里打瞌睡，想着过来和你打个招呼。我怒骂：现在招呼打完了，可以滚了。程书豪却不肯，抬手扬了扬手中的保温桶：我从家里带出来的鸡汤还热着，要不要喝点？我连连摇头摆手：我怕你下毒。程书豪听到这话，整个人有些怔愣，脸上闪过一丝难堪。我到现在还记得当年上大学的时候，
我和他刚在一起，有一次程书豪说他妈觉得我们学习辛苦，特意煲了鸡汤让我喝，我一时心软，喝了几口，晚上跑了几十趟厕所，整个人都快虚脱了。可拉倒吧，也得亏唐宁胃口好，能吃得下程家的硬饭。程书豪他妈也是个奇葩，好几次给程书豪发信息质问我为什么不搬出去和他一起租房子住，还说找女朋友就得找会照顾人的，读再多书到最后还不是要嫁人，洗衣服做饭照顾家庭才是本分。明明程书豪自己一个大男人也有手有脚，怎么到了他妈嘴里就跟一个2级残废一样？我没理他，准备发动车子，才发现怎么也打不着火。车窗外的程书豪一脸得意，嚣张的表情在夜幕的掩盖下像一只张嘴的怪兽，吓人的很。再加上这个时间点，路上本来就没有几个人，说实话，我心里真的有点害怕。慌乱中拿出了手机，准备摁电话。窗外的程书豪急红了眼：“温婉，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给谁打电话。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你是这样一个见异思迁的女人？连着跟了你好几天，每天都故意把坐那个男人的车上班。要不是这几天你们公司加班，是不是还打算坐他的车？你怎么这么现实？怪不得我求你原谅，再给我一个机会，你会毫不犹豫地拒绝。你早就看上他了，对吧？”听到这话，心里一阵恶心，只觉得后悔。当初怎么会喜欢上这么一个男人？心思一转，说了一句：“既然知道，以后就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不要再缠着我。”随后又抓着我的手，声音凶狠：“温婉，我知道你心里还忘不了我，就算暂时和别人在一起，我也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说完就准备对我动手动脚。我不动声色地拿出包里的防狼喷雾，在他靠近的瞬间，对着他的脸猛喷。程书豪猝不及防，捂着脸滋滋乱叫。我用力推了他一把，把他踢倒在地，在他身上狠狠踹了几脚，边踹边骂：“有病吧，老娘用得着你给机会？脸多大？谁分手了还缠着你？要点脸做个人吧！”眼看着他挣扎着就要从地上爬起来，我连忙转身向停车场外跑去，直到在门口看到了来接我下班的路遥，心才终于放了下来。只可惜那天晚上公司停车场的监控被程书豪刻意弄坏了，不然怎么也得报警把他抓进监狱待几天。还好没过多久，闺蜜就给我打来了电话，说最近唐宁最近又开始和之前一样，总是挑着程书豪送外卖不在家的时候和出轨对象约会。听完事情的来由发展，我和她说了程书豪来停车场堵我的事情，闺蜜咬牙切齿，还说以后要过来接我下班。我犹豫几下，还是和他说了最近这段时间路遥一直接送我上下班的消息，就连单位的人都知道了我和路遥谈恋爱的事情。平时见了面也总笑着打趣，路遥不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都是一个稳重成熟理智的男人，事事思虑周全。从那以后，我很少再听到程书豪和唐宁2个人的任何消息，他们彻底淡出了我的生活轨迹。工作上堆积如山的文件，接连不断的会议，紧迫的任务期限，每一项都让我应接不暇。至于备婚礼的事宜，更是千头万绪，从场地的选择到宾客的邀请，从婚纱的定制到婚礼流程的策划，每一个细节都需要我和路遥亲力亲为，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双重压力之下，我实在没有多余的心情再去关心程书豪和唐宁之间的嫌隙。原本我想着，只要他们不再来主动招惹我，
安分守己的过着自己的日子。我也不是非要揪着之前的恩怨不放。还没等我出手，程书豪自己就意外地发现了唐宁出轨的事实。一气之下，程书豪完全失去了理智，当街就对唐宁动起了手。这一幕被围观的网友拍了下来，传到网上，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程书豪挥舞着拳头，不要命地向唐宁砸去。唐宁惊恐地尖叫着，试图躲避，但程书豪的攻击太过猛烈且迅速，第一拳重重地砸在了唐宁的腹部，他疼得弯下了腰，脸色瞬间变得煞白。紧接着又一拳落在了他的后背，他一个踉跄摔倒在地。程书豪却没有丝毫的怜悯，继续疯狂地踢打着他。唐宁用双手紧紧地护住自己的肚子，泪水和汗水交织在一起，嘴里不断地求饶：“别打了，别打了。”然而程书豪已然听不进去，又一脚踹过去。唐宁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她的下身开始有鲜血渗出，染红了她的裙摆。她绝望地哭泣着，声音渐渐变得虚弱。周围的人都被这恐怖的场景惊呆了，一时间竟无人敢上前阻拦，直到那嫣红的血在地上蔓延开来，形成触目惊心的一滩，才有路人反应过来，纷纷冲上去试图拉开程书豪。可此时的程书豪已经陷入了疯狂的状态，他奋力挣脱着路人的束缚，还想继续施暴。唐宁则躺在血泊之中，身体不停地颤抖，眼神空洞无神，身下的鲜血还在不停地流淌，肚子里的孩子就这样在这场暴行中无辜地失去了生命。再一次见到程武的时候，是他跪在公司门口求我去监狱见程书豪最后一面。透过玻璃窗，程书豪目光贪恋地看着我：“顾念，你能原谅我吗？”我礼貌地笑笑：“都过去了，无所谓原不原谅。”他脸色又苍白了些，张了张嘴，却始终没发出声音。我静静地看着他，不催促，也不挂断电话。好半晌，他像是泄了气的气球一般，肩膀猛地垮了下去，然后轻声说：“如果可能的话，下辈子我一定好好珍惜你。”我摇摇头，出声拒绝。可是下辈子我不想再遇见你了。离开的时候，我回头瞟了一眼，程书豪目光怔怔地低头站在那里，身体微微颤抖。我收回目光，走出监狱大门，对司机说了一声：“开车吧。”路过大学时期曾经约会的商场，偶然看到一对情侣嘻嘻哈哈地漫步在街头，我这才想起，原来今天是程书豪的生日。我曾陪着他一起过了2个生日，看着他对每一个生日蛋糕许愿。程书豪和顾念要一辈子在一起，只是一辈子太长了，要用一生去量，谁也不能保证在这期间不会生出别的心思。人本就是会随着年岁逐渐改变的生物。我在脑海中努力回想曾经的程书豪，却怎么也想不起他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变成后来的样子。但有时候人的转变本就难以预料，我不知他对当年信誓旦旦要选择自己人生的那个周瑶有多少埋怨，又会不会后悔当初对我的期盼和隐瞒。我有些唏嘘，但也只是唏嘘罢了，毕竟属于我人生的下一阶段才刚刚开始。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